欢迎收看二郎的午餐流派。苦等了1周的霸王餐，吃饭的嘴部动作比打架还多，怪不得叫二郎是真的饿啊！我到底是在看一拳超人，还是野原甲广志午餐流派？而且这作画实在是太优秀了，无限图片平移，华夏草坪很帅哦，直接横移耶！二郎直接演绎什么叫图层滑步法，我究竟是在看动画，还是有声 PPT？ 讲话只有嘴巴会动。进化之家表示，僵尸男，你到底为何只有嘴巴会动？虫神甚至连嘴巴都不动了，经费仪式都被砍去付给声优们了，就像电影片酬那样，每出一部续集，片酬一起飞涨，最后要开打的时候，这集就没了。又要等1周，当今最常见的留悬念结尾。但我告诉各位，前12集省爆经费，就是为了替后12集燃烧经费。毕竟还要打声优够狂的切割王、嘴不动的虫神波奇、王大蛇，大量牺牲文戏部分的经费，然后再按重要程度把经费分给打戏。不过有一说一，流水盐碎拳的效果还是不错的，流畅度比上一集好。但吹雪的欧派怎么缩水啦？这么少的吹雪才不是吹雪，反倒是手肿成这样，是刚练完垫脚神拳吗？当然，第26话还是有亮点的。奇遇、二郎2个人在同一家店都吃霸王餐，太穷了，就跟这过场没两样。动画预算不足，请尽速充值。奇遇即便是最强，也会有一般人没带钱包的窘境啊。若你把它当作美食班来看，甚至还富有教育意义呢。日本店家为了避免吃霸王餐的，后来服务都改先付钱再出餐点。还有更厉害的，看到那群小孩手中的石头了没？自动生成无限子弹，石头免费。至少进化之家的 No.3 装甲猩猩现在正在卖章鱼烧呢。在最后的最后有回归，是老观众回顾第1季的动力。赶紧来个文女泡茶吧，我知道她人气很高。没有比较，没有伤害，第1季还是太用心了。丰富的内心独白，还有壮烈的战斗画面，搭配最动感的 BGM， 每一帧画面的细节，当初的我一边看着，一边流着眼泪。我激动的跟身边的人说，这是我这辈子最喜欢的动漫。等了10年换来了空洞的剧情朗读，定格水时间的画面，当初的感动跟眼泪荡然无存，剩下的只有平淡念着台词的纸片人，但角色描写依旧颇有灵魂。毕竟二郎身为反英雄，秉持的原则都凸显在保护鼻涕熊身上，有些伪善与强权，还是得要二郎这般存在来制衡啊。总之这集还是有优点的，打光配色其实还不赖，而且现在才第3季第2集，期待下集会更精彩。每新的1集品质就上升一点，且勿越来越烂，不要搞烂掉一拳超人这么大的 IP， 给予制作公司支持与鼓励，相信动画公司不会让我们失望的，大概吧。